夫妻二人抢银行，老婆进门就栽倒在地，他要保安解开妻子的扣子，自己却拽出了保安的 ID 卡，拎上小包，他滑卡开门，妻子瞬间痊愈，直接坐了起来。金库门口还有一人，可是却架不住迪克的充分准备，三言两语他就唬住了经理，让戴着手套堂而皇之的走进了金库。妻子上车等待，迪克则准备装钱，可是偏偏这时一伙真正的劫匪闯了进来。No way！ 按下警报的瞬间，警察就赶了过来。好在迪克身形敏捷，这才从金库里挤了出来。相比于迪克夫妻，这对劫匪蠢的爆炸，还没等抢劫成功，那男的就举手投降。警察一窝蜂地冲了进来，直接掀开了劫匪的面具。迪克仔细一看，这两口子正是自己的前同事。依靠着伪装，迪克成功抽身，同时抢劫的事情上了新闻，这不禁让他们紧张起来。再这么抢下去，他们的下场也会这样。不光是抢劫的同事，还有很多人都上了新闻。他们都是前公司的同事，跟他们一样，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反而侵吞了他们养老金的老板，此刻就过得十分潇洒。Did I get him? Yeah, you did. Great. 而接下来要被起诉的，竟然就是迪克自己。看来他当初被升为副总裁，就是来背锅的。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不公，迪克决定予以反击。他抓到了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正想报仇雪恨，可财务总监也是顶缸的，他也被老板甩了。Yeah, Frank. Sometimes the cure is a clean conscience. 财务总监如梦初醒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他知道老板在银行有4亿美元的不记名债券，也知道程序的漏洞。他会带着债券来到特定的银行，以此来换取一张存款单。这张单子上面有他的银行账号，但只有银行和他自己知道。在盖章之后，老板签字，钱就会汇到指定账户。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制造一点小事件，然后趁机调换存款单。只要这样，4亿美金就进了他们的腰包。但是这种事只能由迪克的老婆完成。老板认识他们，会不自觉地产生防备心理。2天之后，他们开始行动。可是开始之前，迪克竟然弄丢了表格，而那个表格则被除草机打了个粉碎。争执之中，老板已经到了银行，他们时间不多，但是还有时间。妻子趁机上前去拖延老板的时间，虽说满是尬聊，可他还是完成了不错。迪克趁机调走了业务员，又打印了一张存单。为了给他争取时间，财务总监直接撞上了业务员的车，带着补好的存单，夫妻二人碰头。可就在迪克下楼的时候，老板却发现了他。妻子制造事故，直接将业务员绊倒，然后拿着他掉落的表格就开始拖延时间。迪克这里盖完了章，可转身却碰到了老板，他灵机一动，便开始带着表格后退。夫妻二人配合默契，直接完成了交换。就在他们准备庆祝的时候，老板也准备签名，可老板眉头一皱，就发现了不对。即便他们躲了起来，可还是被老板发现。老板取消了今天的兑现，然后就转身离去。在电梯口，他直接戳破了谎言，甚至出言侮辱，要送他们去坐牢。迪克被逼急了，直接掏出了水枪，可老板料到他不会开枪，便抽出了一张支票，100美金的支票，轻松的就打发了二人。妻子还来不及悲伤，迪克却满脸微笑，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老板的签名。老板刚刚出门，就遭遇了记者围堵，他们说他捐了4亿现金，为公司的员工养老。Gallagher, former CEO of Globaldyne, today personally funded. 面对着电视台和记者，老板不好发作，就只能默默地吃下了这个哑巴亏。夫妻二人挨个给同事送支票，他们都惊喜不已，甚至老板也享受起了被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